反派是個話癆，而我是個啞巴。為了維護鐵血形象，他只在我面前張口。今天我又被表白了，隔壁大队那個新來的女知青誇我長得俊，幹活猛，誇得我簡直顛鸾倒鳳，不知天地為何物了。顛鸾倒鳳是這麼用的嗎？是文盲。你怎麼不說話？吃醋了？不要自卑嘛。說實話，本來對你這小結巴是無感的，但你不理我的樣子真的好迷人。哎，爱了爱了。从小我就知道这個世界是一本書，而我活在一本小說裡。酒鬼爹、懦弱媽、叛逆弟弟，還有殘缺的我。可惜我不是女主，只是個連名字都不重要的路人。本以為我和主角團會毫無交集，直到8天前的那個黃昏。我跟你們說，公社那個劉主任今天早上掉進大隊後院那條臭泥溝裡了，真的，我還能騙你們幾只羊不成？那老小子平时端着個架子，非要去那条溝邊上洗手，哎，結果腳下一滑，半截身子都進去了，隔着3里地都能把狗熏得肉到手。我一個連名字都不重要的透明路人，根本不該聽到這些。聽多久了？不承認是吧？我數3下，告訴我，你剛才到底聽見幾件事了？哦，想起來了，你就是麥家那個不會說話的啞巴閨女，是叫麥穗對吧？耳朵能聽見，但是出不了聲。哈，這就好辦了。行了，你現在被我正式徵用了，以後每天下午在這個點，你必須來這片河堤聽我嘮嗑。你愛我，我愛你。被他硬生生扣在這兒當了8天的樹洞，我的耐心馬上要沒了。好了，既然咱們兩情相悅，等這波秋收完了，咱倆就去把证领了，結婚。結婚？這人胡說八道什麼呢？我不……嘰里咕嚕比划啥呢？啞巴沒關係，趕緊操近點，讓我先嘴一個定下名分。不要！那個，你剛才是出聲了嗎？剛才硬生生憋出的那一聲，扯得嗓子眼跟撕裂了一樣疼。痛！他居然沒惱羞成怒，還坐在那傻笑。這人到底受什麼刺激了？他可是書裡有名的大反派，按劇情不該去大隊找男主沈之遠的不痛快嗎？或者想法子在女主面前刷好感？到底為什麼會跑來盯着我這個啞巴？他該不會真是看上我了吧？你頭搖得跟撥浪鼓似的，在這兒嫌棄誰呢？其實我心裡還有點怕他不理我。在這個村裡，別人都把我當透明的啞巴，只有他願意和我說話。給你吃。一個破果子就想把我打發了。明天不用上工，我帶你去公社衛生院看看。那都是老毛病了，怎麼可能治好？而且家裡根本不可能給我掏錢看病。必須去！既然你沒徹底啞，那就能治。不許不許，這事我定了。声帶受過傷，引發了慢性炎症，再加上心裡有結，這病根扎得太深了，難治。自從10歲那場高燒之後，我早就習慣了這種感覺。沒人會把一個啞巴當回事的。什麼叫好不了了？什麼叫難治？發音怎麼就治不好了？你給個準話，再難找的藥我也能給他弄來。他們到底在吵什麼呢？你先去外頭那棵大槐樹下坐着等我。他們在裡面待了那麼久，到底在說什麼啊？麥穗，你怎麼在衛生院？受傷了嗎？我雖然和他做了18年的鄰居，但之前他都沒正眼看過我，怎麼今天突然來關心我了？來看嗓子？誰帶你來的？你家裡不可能花錢帶你來看醫生，是不是成野那個不務正業的二流子帶你來的？你父母不管你，你也得自愛。麥穗，你那嗓子都多少年了，大夫早說了治不好吧？你得多為以後的生活做打算，別跟着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混。他那種人，
給不了你好日子。關你什麼事兒？你带他看过大夫？这治不好的說法是你親耳听醫生說的。你少在這裡自以為是，讀過幾天書就不知道自己姓什麼了，少管別人的閒事。哼，我只是好心勸他認清現實，免得被你坑了。老子能不能供得起，輪不到你在這兒說話。老子有的是辦法治。你看他幹什麼？怎麼連我也凶？跟我在一起的時候跟個巨嘴葫蘆似的，半天憋不出一句话。沈之遠這小白臉跟你搭句話，你倒把頭抬得挺高。別在這動手惹出亂子。行，捨不得更生是吧？要麼你現在自己張嘴讓他滾，要麼我今天非得把這小白臉削一頓。你選一個。不就是說話嗎？為什麼每個人都要欺負我發不出聲音？沈之遠，滾！不知好歹。終於走了。憋了這麼久不吭聲，好不容易張一次嘴，居然是喊那小白臉的名字。哼，你還真會挑人。不過，最後那個滚字說的是真痛快，記住了，以後你這好不容易找回來的嗓子，留着對付我就行了。再碰見這種碍眼的，半個字都別賞給他。哼，直接躲我身後，不然我心裡不痛快。聽見沒？这人变臉簡直比翻書還快。大夫剛才到底怎麼說？能治，不過老大夫說了，這過程有點複雜，得天天刺激着治，慢慢就通了。過程有點複雜。村口集市擺攤的張阿姨，她老公知道村口雜貨鋪李叔跟她是老熟人，常來往的事兒了。你猜他是怎麼知道的？你先開口，隨便猜，猜對了我也告訴你我的一個小秘密。你猜嘛，猜對了就算你開口練嗓子了，不猜不給下車。你說的，這家伙可是個惹事精，告密這種事兒他最樂意做。哎呦，不愧是我認定的寶貝，猜得這麼準！快，這下必須讓我報一個，當做開口獎賞。滾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其實我知道，他這是在逼我多開口。每一次鬥嘴發火，他都在開心，我又多說了幾個字。從今天開始，這藥你必須按時吃，1天3次。這藥一帶回家，估計就被我爹拿去換燒酒了，哪裡還輪得到我吃？會被發現的。誰敢動老子買的東西？行，知道你那個家不是人待的地方，回去肯定保不住是吧？我來幫你保存。從今天開始，這兒就是你的根據地。你需要喝藥的時候，就來敲我的門。我不僅管藥，我還管飯，管你複習，聽見沒有？謝你。不用謝，謝什麼謝？提前疼自己媳婦兒，那是好男人的本分。這家伙真是3天不打上房揭瓦。豁出去了，就不信治不好你這悶葫蘆。來，別光正眼，張大啊，或者學大白鵝叫喚也行。嘎！這也太丟人了。哦，行，能出長聲就行。既然簡單的音節都通了，咱們趁熱打鐵，來點連貫的詞。看着我的嘴型，跟着我念。我，你，歡你。这臭无赖剛才絞盡腦汁領着我念的，到底是什麼混詞？怎麼停了？剛才那句話，你再連起來說一遍聽聽。你別過來！回家也別忘了要按點喝藥，知道嗎？要是不想每天被我逼着說話，就按時來找我報到。喲，還知道認自家大門啊？今天不用去國台打轉了，底子早被你弟刮乾淨了。你今天去衛生院了是不是？你那嗓子早廢了，別想着再花錢去折騰，少動不該動的心思。
這幾句今天要是念不順，這烤紅薯就全歸我了。横眸冷對千夫指，俯首甘為孺子牛。还行，算你过关了。赶紧趁热吃，吃完了赶紧趁天黑前回家，免得你那个酒鬼爹又没事找事消停。在这个村子里，这间热乎的屋子成了我唯一能喘口气的地方。可这点热乎气，连一炷香都没撑过，就被家里徹底浇乾淨了。大寶，媽特意給你留的油水，快多吃點長身體。好嘞。媽，你快看，啞巴還有錢買新玩具。那是程野特意去經銷社排隊給我買的。你什麼時候買的？身上哪來的錢？大壯，你急啥呀？他平時在村小幫着代課呢，興許是攢了點錢自個兒買的唄。正常個屁！家裡都揭不開鍋了，老子在外面欠了王滿倉一屁股的債沒法還，他有錢不拿出來孝敬老子，居然去換了這沒用的廢鐵！你一個半天憋不出一句話的啞巴！哼，就算考了那什麼破大學有個什麼用？有哪家正經單位會要你？簡直是浪費家裡的糧食！這支鋼筆我明天拿去大隊退了，哼，給老子換2瓶酒錢。至於你，趁早給我退了那個1個月沒2文錢的代課，不許再念書。明天直接去城南的化肥廠下苦力幹活，進了廠拿現錢，津貼全寄回來給你弟。如果今天這一步退了，他轉頭就能把幾百塊彩禮揣進腰包，把我推進哪個火坑裡。我不是啞巴。你剛才回嘴了？你會順溜說話了？老子是幻聽了吧？你沒幻聽，我會說話了，所以我絕不會退學，我也不會進廠，我要考大學。你這死丫頭原來一直在背着老子裝啞巴，早知道你心野了，老子就該趁早把你嫁出去換錢。你還反了天了，教了2天破書，翅膀就硬得想脫繭了。大學你想都別想，就算死，就算離開這個家，我也要讀出去。反了你了，老子今天就打爛你這賠錢貨的嘴。麥大壯，打閨女耍威風先等會兒，你欠我們老大的那500塊該還了。今天是拿錢平賬，還是重新立個抵押字據啊？金哥，金兄弟，外頭冷，您快坐。錢我指定還，您再寬限寬限，我這就給老大按個紅手印當定心丸。得了吧，光按個按手印能當飯吃？老大今天有話交代了，之前的糊塗賬不算，今天必須白紙黑字重新立下字據。本金500，月息5分，寫得明明白白，一個字兒都不能差。金哥，我這大老粗年又不是不知道，斗大的字兒我也寫不出幾個，我哪會立這些條條框框啊？這是讀書人家，裝什麼不識字啊？我剛才在院子裡可聽得真真切切的，你這大閨女聲音洪亮得很。不是還要考大學呢嗎？讓她先給我寫。死丫頭，在那裝什麼死聾子？沒聽見金哥吩咐嗎？趕緊去屋裡，把你平時教書的紙筆拿出來。趕緊寫，磨磨蹭蹭的。本金多少？500塊，一筆一畫寫上，欠王滿倉500。利息幾分？月息5分。怎麼，你還想替你爹還錢不成？誰借的？誰按印？行了，麥大壯，你最好機靈點，3天內交不出來錢憑賬，就不是寫條子的事兒了。你這破筆還挺值錢，哼，筆尖都是鋁的。還給我！老子都要被逼死了，你還惦記寫字？正好拿着鐵疙瘩去大隊，
換2瓶酒压壓驚。那是程野送我的第一支笔，忍住，小不忍则亂大謀，絕不能暴露留了借条底单的事。總有一天，他會付出代價的。怎麼又成锯了嘴的葫蘆了？我可聽說了，你昨晚在家裡大顯神威，衝着你爹吼出聲來了，字正腔圓吶。怎麼今天到我這兒又打算当回啞巴鵪鶉了？嘿，我還治不了你了。大夫怎麼交代的？好不容易開了這口子，必須得天天練肌肉記憶。昨晚那叫被逼急了，狗急跳牆。怎麼，今天危机過了，你又想缩进壳裡？想要你就堂堂正正给我開槍罵人，平時不練出氣勢來，以後出去也是被人欺負的份兒。程野，你無理取鬧，還給我。等等，我送你的新筆呢，你這用的什麼破爛玩意儿，還漏一手水？少給我裝啞巴！是不是被你那爹搶走賣了？你平時跟我挺能瞪眼的，怎麼遇上卖大众，你就成了个任人捏扁搓圆的軟泡子了？就這種破玩意兒，你還指望能寫出什麼好前程？你連自己的東西都顧不住，你考個什麼大學？我的事兒不用你管，你給我放下！只要有筆，我就能接着做題。我不放，想要你就追回来。把筆還我！动手动腳的像什麼樣子？連脾氣都沒有，來追啊！追上，如果能罵贏我，今天就把筆還你。新筆被麥大壯搶，舊筆又被他搶走。哎呦，那不是麥大壯家的結巴閨女嗎？怎麼滿頭大汗追着程野跑，真不要命啊！我說麥老師，你倒是吭個長氣聲抗議一下呀！光這麼跑能頂什麼用？遇事就掉眼淚，活該你連支筆都保不住。程野，哎，叫魂吶，叫我也沒用，除非你今天把怨氣全給我倒出來。你個混蛋！你以為我願意受欺負嗎？他們全家吃我的，喝我的，算計我。你天天不幹正事兒，不去說他們，反而跑來搶我的筆。你當你是誰？我不用你管。把筆還給我，聽到沒有？你別踩我了，你別再惹我了。我的娘嘞，這丫頭那不是啞巴嗎？這罵起人來比廣播帶播音員還透亮啊！祖宗，你是我親祖宗行了吧？我服了，我徹底服了。你可算是把這口惡氣吐乾淨了。你怎麼？這是昨天被爹拿去換酒的新鋼筆。什麼我怎麼的？昨天麥大壯一進村頭小賣部，我就在後頭盯着呢，就知道他沒好事兒。他前腳剛把這玩意兒抵了，我後腳就直接贖回來了。拿着，以後誰再敢搶你讀書的東西，你就拿剛才罵我這股勁兒，直接朝他臉上罵回去。朝他臉上罵回去？這丫頭可算能利索說話了。都散了吧，大夥兒！我今天把話丟這兒，誰以後再說麥家大丫頭是個小啞巴，我程野第一個去掀了他家的飯桌。謝謝。孫兒啊，大丫頭，既然病好了能出聲了，就趕緊跟我回家洗手吃飯，快點兒！咱家今天可是來大貴客了。滿倉兄弟啊，你看這事兒不就結了嗎？這500塊的手印可是按了的，現在轉成彩禮，那就是親上加親的好事兒了。賬可以不要了，紅紙我放這兒了，人今晚我就得帶走。如果是昨天之前，我或許只能絕望的流淚比劃，但是今天我的嗓子徹底通了，我不嫁。麥大壯，你不是說他是個啞巴嗎？這怎麼口齒清清楚楚的？死丫頭片子，你插什麼嘴？大人的事兒，什麼時候輪到你這賠錢貨來說話了？彩禮老子已經認下了，你就算說出花來，今晚也得出這個門兒。爹，那借條是你在上面按的紅手印，
誰的債誰去還。我岁岁有手有腳，我是個活人，不是抵債的物件。你翻了天了！老子養你这麼大，讓你還個債，你還敢頂嘴？在這個家裡，你就得聽老子的。我以為只要能開口說話，就能大聲講理。原來，在你沒本事、沒底氣的時候，就算喊破天都沒用。既然跟他們講不通道理，我必須自己想辦法。滿倉兄弟，見笑見笑。丫頭脾氣倔，一會兒捆了給你送去。這就是他們逼婚的鐵證。這個吃人的家，我1秒鐘也待不下去了。我要去找他，只有他能幫我。麦穗，大冷天的，怎麼大半夜跑出来了？是不是麦大壮又对你动手了？救我！走，我陪你回那屋，把這破局給掀了。好了，他能跑出这個村去？大壯啊，不是我說，姑娘家的，早晚都是人家飯桌上的一口菜。那500，你們家10輩也還不清。滿倉願意收他消災，那是他的福分。就是，為人子女，替爹媽消災分憂，那是天經地義的事兒。再說了，王滿倉不比待客強。叔公說的是。这死丫頭就是念了2天破書，心給念野了，剛能張嘴說2句人話，哼，就不知道自己幾斤幾兩了。繼續說啊，我剛才在門外聽着挺熱鬧，拿人抵債的福分，怎麼幾位叔公不把自家孫女送過去想一想？程爺，你個小輩懂個什麼規矩？這是我們家的家事。我不懂規矩，我這人沒念過多少書，只懂誰欠債誰還錢，都買賣同責。乃穗，過來說話。我不去抵賬，這筆黑心錢我死也不認。你今天為了去平那500塊錢的高利貸，鐵了心要把我嫁給王滿倉。你生我養我，今天這事兒一出，咱倆就算兩清了。從今往後，我不吃麥家的一口飯，不踏這個門檻。我是考學還是餓死，都不用你管。你個白眼狼，沒有老子給你飯吃，你早餓死在雪地裡了。你既然不認這個爹，從今天起，你給我滾出這個家，永遠別再回來。這就不用你操心了，不用送。丫頭，穗兒，你等等！拿着，你爹是個混蛋，我這當後媽的沒本事護你，這是我在這家縫縫補補，從牙縫裡省下來的一點零錢，還有這對銀圈子，是你親媽當年留下的嫁妝，你拿去幹點正事兒，別怪媽啊，在外頭千萬護好自己。這是在那個冰窯一樣的家裡，感受到最微弱也最真實的溫度。這是我為這個家流的第一場，也是最後一場眼淚。哭完了，擦擦吧。哭完了就跟我走，不能擱這兒挨凍。你先蹲在牆角別動，這破窗縫子能塞進個成人的拳頭，冷風一吹，你連書都看不了。明天我就去大隊批條子，領點塑料布來重新全釘一遍。還有這個插銷，自己一個人在屋裡必須劃上鎖，不用擔心別的，你就安心在學校裡刷題。外頭那些碎嘴子，誰敢說一個字，我撕了他們的嘴。怎麼不說話？冻得又變回啞巴了。謝謝你。謝我就好好考，別在那些破事上浪費腦子。你這屋裡怎麼一點熱乎氣兒都沒有？大門衛的煤棚子怎麼掛鎖了？大隊放寒假，後勤不供煤了，那剩下的半塊煤，我得留到下半夜點。夜裡太冷，要是手拿不住筆，卷子就沒法寫了。
你那半塊破煤球算什麼寶貝？行了，別硬撐了。隔壁紅旗大隊有個教化廠供銷點，明天一早我就趕3輪車去，弄一包好炭塊回來，直接給你把這破屋子燒得能穿單衣。我不用，我不想欠你太多。少廢話！哼，老子送你的東西還能要回去的。明天你要是敢不收我的煤，我就直接坐在這破屋裡跟你一塊挨凍。大雪下了3天3夜，出村的路徹底封死了，城也被困在紅旗大队，連個回音都沒法傳回來。要是現在就把剩下的半塊煤球燒了，到了夜風道觀的下半夜，手凍得僵死，那就連一道代數題都算不出來了。就這麼熬着吧，只要熬過這幾場大雪，只要挨到高考那一天，我就再也不用在這漏風的泥牆裡去斤斤計較這半塊煤球了。最後剩下的半塊煤也報廢了，最後一點熱乎氣徹底斷了。這是我逃出那座四合院後，自己一個人過的第1個年，沒有餃子也沒有說話的人。真冷啊！如果那天沒從窗戶翻出來，我肯定已經被逼着做不願意的事了。我寧可在這漏風的柴房裡凍着，也絕不去吃他們的年夜飯。麥穗，這點冷算什麼？你得撐住。我滿倉的狗腿子找上門了，還是黑心爹來抓我回去？谁在外面？別裝神弄鬼！我們這有鐵鍬，敢撞门試試？是什麼事？開門！外頭凍死人了，你知不知道？是程野。你怎麼大半夜的？這大雪天的，你怎麼回來的？老子走回來的。那破雪把山路封了，馬車和那車炭全陷在紅旗大隊的半道上，拉不回来。我一想，你這破屋裡連個火星子都沒有，就自己装了幾塊好炭，趟着齐大腿深的雪翻山趟回來的。哭什麼？不管你信不信，我是奉着10里8鄉第一婦女主任，也就是我親娘的懿旨來的。我剛趕到家，飯都沒吃上一口，在桌上提了一嘴你這斷了煤。我娘一聽當場火了，她從鍋裡拎出這半扇肉和白面掛我身上，拿扫帚直接把我從堂屋裡轟了出來。她說我要是不來，我就不配当程家的人。我跟你說，我這剁馅的手艺是我们新兵连头把交椅，等會兒包出來的餃子保準你吃了一個還想第二個。不知道為什麼，他一回來，我一直懸在半空的心就奇蹟般的落回了肚子裡。好吃吧？這大過年的，本該是你一家團圓的日子，你趟着這麼深的雪跑過來，就為了給我生個火，不後悔嗎？這酒不是給我自己倒的，我有個過命的戰友，小四川，他倒在邊境上的那晚，也是個下這麼大雪的年30前夜。從那年以後，每到除夕這鞭炮聲一響，我一個人待在熱鬧的家裡，就覺得心裡空落落的，怎麼都不對勁。總覺得他那份沒好好過完的年，我得連着替他過明白。所以你也別覺得欠了我天大的人情。與其說我是來給你生爐子作伴的，不如說我也是待不住，借着由頭來給自己找個清靜的地方，找個可以說話的人。你呢？老大夫說你那病根有一半在心裡頭，到底是個什麼樣的死結？你這回能說給我聽聽不？當年你發高燒那晚，到底誰裝死沒開那扇門？10歲那年深秋，我發了一場高燒，燒得快沒氣了。家裡沒人，我半夜實在熬不住，就爬到院牆的邊上，抓着門框喊救命。隔壁知青點的那2扇門，離我連5米都不到。那屋裡的燈亮到了半夜，窗戶紙上還映着人翻書的影子，他就坐在裡面，聽得清清楚楚。
可直到天亮，那扇门也没開過一下。就因為這個，從那晚以後，我就說不出話了。以前那是木頭門栓插死了，門後頭的人裝聾作啞，跟你沒半毛錢關係。以後不用憋着，不管肚子裡是有火還是有委屈，你只管大聲喊出來。不管多遠，只要你肯喊，我肯定應。風雪再大，我也能聽見。天老爺啊！大年初一的，早啊，去那邊玩，腳底下動靜放輕點。你們麥老師昨晚看書熬得晚，還得補覺呢。程叔，你咋端盆從麥老師屋裡出來了，還拿着人家的毛巾？怎麼，我端個盆不行啊？可我娘說，出門幫人倒水收拾這些零碎東西，跌事兒。瞎扯淡！外頭道上全是冰碴子，大冷天的，誰願出屋去打水遭嘴？我過來打個下手，跑跑腿。你們怎麼這麼多話？趕緊玩你們的去！聽說了沒？昨晚除夕夜有個小伙子是翻牆進的學校柴房。我還聽說他端了人家的水盆呢。你說那麦家的大閨女平時悶聲不響的，怎麼大半夜把那程爷使喚得像個跟班的長工？孤男寡女的，這下確實容易讓人誤會了。張大嬸，您這是去前面串門啊？啊，是啊，程爺，你這是……对，我這不是閒着也是閒着嗎？你們麥老師得準備參加高考，這是咱們村的大事兒。我就這把子笨力氣，過來給他搭把手，順帶把這爛窗框修修。那你大年初天下半夜，那還不是因為我上趕着倒貼嗎？就麥穗這種知書達理又有腦子的姑娘，我不趕緊趁着大過年的獻個殷勤，等人家將來真考上大學出去了，身邊哪還有我站腳的地方？哎呦，太陽打西邊出來了！程爺鬧半天，人家還沒點頭，是你上趕着追啊？怎麼就不能追了？丟人嗎？好女百家求，他要是一直不鬆口，我就是天天搁這掃院子也是應該的。都行了，散了吧，少在這耽誤我幹活正表現。有他這句話在前頭，那些閒言碎語半點也穿不破這扇門。怎麼着啊，麥老師？從家裡跑出來，就真以為這賬賴掉了？父債女償，白紙黑字寫的明明白白。你爹就算死了，你今兒也得跟我去王家抵賬。那不是我签的字，我死也不會去。去不去可由不得你。王大哥吩咐了，今天就是拖，也得把你給拖回去。你敢动他一下試試？程爷，住手！行，程爷，你个地痞流氓有种！这红字据可是合法的，我们每天都在这学校门口堵着，我看你能糊弄到什么时候！我今晚就找幾個人去摸了王滿倉的底，直接廢了這幫不幹好事的。不行，違法亂紀的事咱不幹。爺哥，桂蘭嬸子讓我過來傳緊急口信了。嬸子說她聽說王家的人來鬧事了，她傳下話了，說明天大清早讓麥穗自己單獨去一趟你們程家。嬸子還說了，程爺，你明天就算天塌下來，也絕對不能跟着去添亂。這回真完了，我親娘，整個公社嘴皮子最狠的婦女主任，明天這是要大擺獨門大陣，親自盤問你了。就是你，嬸子，是我，我叫麥穗，今天他沒跟着來。確實不能讓他跟着，他在我這難聽的話就出不了口了。這村裡人這幾天傳的閒話都快翻天了，你的底細我這2天全盤清楚了。第一，你有個在賭桌上能把命都輸進去的混賬爹，這叫門風不正。第二，你也甭跟我裝，村裡人全說你以前半個字也說不利索，這叫自身有傷。最後一點，大年29那天晚上，你是被你親爹一腳從家裡踢出來的，
連過年的大门都不讓你挨一下。就你这种门风条件，甚至连家都没了的硬骨头丫头。既然门不当户不对，自己转头走就是了，这不丢人。这世道本就薄情。你觉得我们家那个整天不干正事儿，只知道惹是生非的混账小子，他配得上你吗？等等，什么？婶子？他配不上。这么好，这么硬气的大姑娘，就因为她死皮赖脸的馋，被村里嚼了1个正月的烂舌根，这叫糟蹋。您不是要让我离他远点，逼我走的？走什么走？进了我这院子，你还想往哪儿走？大年29，你爹为了那点高利贷让你抵债，你连家都不要了。那天雪飘那么紧，村里人都说你这没根基的丫头肯定承受不住。可你呢？你愣是多停1秒都没有。第2天顶着风头，硬生生扯着刚建好的嗓门子，给那些娃娃坚持上了半天的課。就冲你这股子倔劲儿，我那混账兒子打着灯笼都找不着第2个。这就是我这趟非要叫你来的原因。他既然招惹了你，以后在这个村，我赵桂兰就是你的顶梁柱。王满仓拿债压你的事儿，我亲自去趟这浑水，绝不让他脏了你以后考大学的手。哟，赵主任，今天怎么有空往我这院里跑？王满仓，我今天不是来走人情的，我是来跟你断官司的。主任，我一向守着本分，您敲的这是哪门子规矩？听说麦大壮那闺女从家里跑了以后，你这2天还让人拿着那张红纸条子在村小附近晃悠，你想凭着一张按了手印的破红纸去学校收人？主任，父债女偿可是自古以来的礼，就算她从家里跑，这红纸白字在这擱着，我上门去要我的人，哪怕是公安局也挑不出大毛病。你这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来试探我。王满仓，你那500块的账，你去找麦大壮，我绝不插手。但你想拿字据去骚擾一個代課老師，那是痴人說夢。上頭剛下的文件，你看仔細了，在公社面前根本沒有父債女償這回事兒。只要你敢拿着這張紙踏進學校半步，那就是犯罪。趙主任，您這是仗着身份，要硬生生插手斷我這筆債。現在正逢上頭抓得嚴，你非要往槍口上撞是不是？你信不信？只要你敢動他半根手指頭，我明天一早就能帶着治安聯峰專員來查你的財務老底，到時候你那些家產統統都得被當作證物查抄充公。拿500塊去換被徹查拘禁，不划算。算你狠，趙主任，我認栽。從今天起，麥穗這丫頭我保着了，你若是再敢去惹她，就是明着跟我趙桂蘭過不去。見識了吧？我娘那手段，王滿倉暫時是不敢輕舉妄動了。你怎麼了？危機度過了，能安心復習考大學了，怎麼還悶不作響的？這2年代課的時候，有些村頭那些不識字的社長總喜歡叫我去寫些字。文書去工商交過多少批農藥，麥大壯跟王滿倉過手過多少筆流水。我字寫的沒那麼好，但我記性好，每一筆被他們吞走，我都偷留了底單。除了第1天的那張印泥借據。不急，你先幫我打聽清這些錢被送去了哪裡。等我這半年的考學結束了，打完了最後一場硬仗，我親自去縣裡扒了他們這層地，去算這個總賬。娘，你怎麼過來了？怎麼，我來看看我未過門的兒媳婦還不成？滾一邊去！你在外頭站崗。麥丫頭，你跟我進屋，嬸子有話單跟你說。拿着，塞內兜裡。嬸子，這不是村頭小麥套分紅的公分現錢折子嗎？我不能要。必須拿出來，上頭蓋了公章，寫的是你麥穗一個人的大名。這錢連程爺也動不了。嬸子，這太多了。聽我把話說明白，這不是彩禮，這是給你留的活路。
女人这輩子難熬，你爹是不指望了。往後哪天我那混賬兒子要是混蛋瞎了眼，對不起你，你有這筆錢握在手裡，走到哪兒都餓不着，更不用求任何人低頭。聽懂沒有？這是你的退路。娘，這還沒成媳婦兒呢，怎麼就教唆着留這種心眼往我心窩子上遞刀子呢？少打岔，去把日曆翻翻，看看3月16的日子移不移動酒席。過了春暖，就是這丫頭安心大考的日子。先把這大事兒巧定了，剩下的時間她安心看書、考大學、拿學歷，家裡的事兒全倒做你的。收到，遵命。麦老师，大消息！公社刚好来了知青办的回城蓋章文件了，头一批重点回城的人名里，那个沈志远批下去了。沈志远下个月就要回城去机關報到了，但他讓我給你帶句話。他說走之前，明天晚上一定要在河堤放羊那地方見你這最後一面，就只一次。麥穗，沈大哥讓我千萬帶到一句話，他要告訴你一個天大的真相，說什麼你不去一定會後悔的。他說再不說，恐怕沒有機會了。你想說什麼，抓緊說吧。風大，我家裡人還等着我。你還真把自己當成家的人了，麥穗，你醒醒吧！你根本不知道這個世界的真相。什麼真相？是你回城馬上要定高枝了，還是你覺得我這種人不配站在這裡跟你說話？不是，都不是。這個世界其實是一本書，而我是這本書裡的主角。至於那個程野，他是個最終沒什麼好下場的反派。說完了嗎？你大半夜把我叫到這風口裡，就是為了給我講這種瘋話？你不信？好，我給你證明。你10歲發高燒燒壞嗓子那晚，我其實就在隔壁屋裡。我聽見你聲嘶力竭的喊救命了，聽得清清楚楚，但我沒有去開門。然後呢？因為書裡根本沒寫我要去救你。你在這本書裡只是個連名字都沒記好的炮灰路人，路人就該有路人的命。那個老天爺定好的台本裡，我沒有開門，那是劇情的安排限制了我，怪不得我啊。沈之遠，你其實就是個懦夫。你別拿什麼劇情、什麼老天爺來當你的遮羞布了。你胡說什麼？這就是命運。你要算計。你當時初來乍到，怕大半夜去管一個發高燒的死活會惹上麻煩，怕花了你兜裡的錢，怕牽連你的名聲，所以你選擇了拴上那道門栓。那是你骨子裡的冷血，跟書有什麼關係？難道你所謂的主角命就是靠見死不救換來的嗎？你以前連話都說不全的。是啊，我以前是個小啞巴，我現在不僅能說話，我還能看透你這副德行是為什麼。你回城的高枝攀不上了吧？場場千金沒看上你是不是？你在外頭碰了壁，成了個沒人理的笑話，所以才跑回我這個你看不上的炮灰面前，用什麼世界真相來找存在感？麥穗，你跟我走！既然全亂了，那我們重新來。如果我當時開了那扇門，如果我把生命掙扎的你抱去了醫院，你現在滿心滿眼向着他，會不會其實是我？不會，哪怕今天天塌下來，這句如果我也不接受。你聽我解釋，就差那一點。程野，他的如果在這兒呢，你算個什麼東西，也敢跑到他面前來提如果？你粗鄙！這是命中注定的劇情，一個不分黑白的反派，你根本不懂命運。去他的命運！老子今天教教你什麼是規矩。他高燒燒壞嗓子，是自己硬扛過來的。他天天被人欺負，是一字一句自己把聲音練回來的。他在這個吃人的家裡，是自己大雪天拎着箱子走出來的。他這一條命，這一條路，全是他自己一步一個腳印掙出來的。你這種躲在門縫後面裝死的人，就算重來1萬次，也不配跟他沾上一點邊。
滾！穿的什么破衣服？出来也不知道多围条围巾，脸都白了。你这丫头怎么还沾上动手动脚的毛病了？闭嘴，借我抱一会儿。抱完了说正事儿。王满仓和麦大壮在暗地里的勾当，我这段时间全盘查清了，人证也找到了，就等你一句话了。好，这事儿你不要出头，你的刀递到这儿就够了。你要自己去。这是我的家门旧账，我亲手送他们进去。你去把那些人证集中到大队部，我带着那本带血留下的死证据，亲自去趟镇上的公社专班。同志，我要報案，這是王滿倉倒賣集體化肥的賬單，還有他放高利貸的借條底單，金額很大，涉案人也多。姑娘，這要是立了案，後果你清楚嗎？清楚。這裡每一張字據都有我的筆跡和蓋印，我承擔全部責任。您開案單吧。冤枉啊！我都是跟着瞎鬧的，我沒幹啥事兒啊！是你這丫頭背地裡坑的老子我！你這個沒良心的白眼狼！車走遠了，你要是心裡有氣，現在罵我兩句也行。他自己走錯了道，怨不着別人，這下也算落個清淨。至少沒了外頭那些要命的爛賬，我們娘倆哪怕成天下地苦熬，夜裡也能睡個踏實覺了。大丫頭，你能開口說話，也有了主意，好好考你的大學吧。上頭的障礙清理乾淨了，這張是高考準考證，照片我給你貼好了，接下來去打你自己的仗。嘿嘿，我說大兄弟，你這是送弟弟還是送妹妹來考啊？都不是，我送媳婦兒呢。這3天起早貪黑、提心吊膽的活魔王，居然就這麼靠着滾燙的洪哲強。交卷了是不是？在那牆上靠一下午，你也不嫌燙得慌，趕緊擦擦那一腦門子的汗，這會兒外邊比考場裡頭還悶。快喝2口壓壓暑氣，在裡頭熱懵了吧？最後那2道數學大題你寫滿沒？時間夠不夠用？管他寫沒寫滿，咱能順順利利考完就成了。要是落榜了也沒事兒，明兒我就去公社跑腿，把大隊那個荒着的養殖場去承包下來，以後我出力，你在家專門給我當管賬的老闆娘，我照樣能風風光光養你一輩子。胡說什麼？你才是落榜的老闆娘，給我閉上你這烏鴉嘴！你剛才說啥？我說你是個烏鴉嘴。前頭那半句呢？我就知道，這麼一長串的話，連半點磕巴都沒有。我媳婦這嗓子的病，算是徹徹底底好了。你小點聲，不嫌丟人呢。要命了，老李！大白天的，你被狗撵了，骑這麼快！大喜事兒啊！天大的喜事兒！誰家的大喜事兒？看把你急的，連車把都捏不穩了。公社剛剛張貼的大紅榜，咱們村中了一個麥大壯家那個大閨女麥穗兒，榜上有名，被重點大學給錄取了。我的天爺，啞巴丫都成了全縣唯2的大學生了！瞎說什麼？人家現在嗓門亮着呢。哎呦，我早就看出那丫頭是有大出息的，當初怎麼沒早點去定親呢？我看你們誰還敢惦記？那是老子早就定下的媳婦兒，
老子今天就把話放在這兒，過2天老子要在這賣場擺上整整8桌大喜，全村發大白兔喜糖，把他風風光光娶進門。你個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小崽子，在這大包大揽的吹什麼铺张浪費的牛皮！娘，亲娘，我这不是为了吓唬他们。话赶话吹大了吗？别打臉！錄取通知書我都仔細看過了，學校在地區城裡，不算太遠，但也不近。去吧，見大世面去。你回不回來，老子都認。你在哪兒停下，我就把養殖場開到哪兒去。程野，我要回來。這外面的路我趟平了，我要帶着文憑回來，在這片破麥塘上起一所真正的不漏風的紅磚村小。我要當這10里8鄉第1任女校長。成，你說幹啥咱就幹啥。大夥兒都認得我，以前在村裡都叫我啞巴麥。那時候甭說我自己，恐怕在場的不少長輩也都嘆氣，覺得我這輩子算是廢了。就算我不認命，又能折騰出個什麼名堂？但今天我站在這兒，不是為了說我以前多不容易，我就是想借着建起的新學校，告訴底下所有站着的孩子，只要你們自己敢大大方方的張嘴說話，這世上就沒有誰能不讓你們出聲。說得好！不就是念了幾天大學，有什麼可顯擺的？哎呦，我當時誰擱這冒酸水呢？這不是當年那個眼睛長天的沈大知青嗎？哎呦，可不是他嘛！聽說回城後遇上了難處，之前的工作沒做了，相處的對象也分開了。怎麼，今天看村裡麥家的姑娘有了好發展，回村裡來看看啦？去，別搭理他。人家麥校長現在是頂梁柱，程爺也是包山頭的大能人。哼，你瞅瞅你自個兒這倒霉樣，起開，別當着沾喜氣，晦氣。哼。我跟你們幾頭笨羊說，今天台上拿喇叭喊話的大校長，那是我程野明媒正娶的媳婦兒，你們聽見沒有？跟幾頭羊顯擺什麼呢？他們能聽懂你的話？我那不是在家憋的嗎？你說你這剛拿了文憑回來，就被大隊抬上去當校長。唉，以後天天忙着管10里8鄉的娃娃認字看書，我這正牌大當家的，反倒被冷落成後勤老媽子了。這買賣我可是虧大發了。那怎麼着？程大老闆現在後悔供我念書了？誰說我後悔了？我就是想告訴你，你在前頭風風光光的幹事業，我就在後頭給你掃一輩子院子，生一輩子火。只要你收工回了家，不嫌我話多，我就知足了。程爺，我不嫌你話多，我就是突然覺得，原來人這輩子最好的日子，一直都是有聲音的。